这里是收容未满18岁罪犯的少年监狱，全韩国最凶残的青少年们都被聚集在了这里。暴力和犯罪只是他们日常的一部分。然而，一辈子饱受父亲家暴折磨的男孩，却因为一次没忍住还手，将父亲打成植物人，就被法官判处了3年的有期徒刑。为了在监狱里赚钱的车柱英吃尽了苦头，他甚至在犯下强暴罪的金崇浩胁迫下，用嘴浇起了蹲坑里的500元硬币。车柱英之所以这么努力存钱，只是为了一个约定。来探监的青梅竹马李多言看着他脸上的伤口，十分生气，他让车柱英要反抗那些欺负自己的人。随后，李多言拿出了车柱英给他攒的零钱，他们本约定好高中毕业就一起去首尔生活，钱的事李多言会自己想办法。他让车柱英在监狱里要照顾好自己，即便在监狱里闯祸也会增加刑期。车柱英只想忍耐3年，顺利出狱，跟李多言一起去首尔。这时36号房长金成浩却又来找茬，他命令车柱英把手上的照片交出来。眼看车柱英还敢反抗，金成浩的巴掌立刻就要落下。可这时狱警却带着新犯人出现。36号房里有人见过这个新人，他是打死7个混混被判以少年法最高刑期20年的马谦。金成浩不屑道：杀过7个人又怎样？能进这所监狱的就没一个孬种。他伸出手让马谦以后老实点，但马谦直接无视金成浩，转身往里面走。恼羞成怒的金成浩立刻朝马谦挥拳，但是被马谦轻松躲了过去。他的速度非常快，车柱英能感觉到这个杀了7个人的家伙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可下一秒却是金成浩的肘击命中了马谦，这是车柱英预料之外的情况。被暴揍的马谦根本就是个废物。不过无论其他人怎么欺负马谦，他依旧连跑腿这种小事都不愿意干。也多亏了他吸引火力，令车柱英少吃了很多苦头。半夜，车柱英问马谦讨好一下房长的混蛋有那么难吗？在这个房间里，房长就是总统。车柱英好心提醒马谦以后识相点，可马谦却反问他本来就活得这么窝囊吗？车柱英没想到自己好心的忠告会被无视，他开始思考马谦刚才的话。窝囊了一辈子的车柱英只想继续窝囊的活下去，直到离开监狱，跟身为孤儿的李多言一起去首尔生活。次日清晨，李多言带着亲自做的便当来到了监狱，他担心以车柱英的个性在里面肯定不能好好吃饭。然而一辆大货车却在这时朝着李多言疾驰而去，他亲手做的便当立刻洒落了一地。第二天，狱警告诉了车柱英这场监狱前的车祸。听到李多言死讯的他心头巨震，回到牢房的车柱英失神地望着手中的照片。房长金成浩怒视：你这王八蛋，今天怎么没扫厕所？牢房里的其他犯人戏谑着说某人的暗恋对象出车祸死了。闻言，金成浩一把抢走照片并嘲笑了起来。最恶心的是，他竟然对照片中的女孩出言不逊。车柱英低着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马谦心有所感，死死注视着他。满嘴喷粪的金成浩完全没注意到迅速靠近的拳头，车柱英竟一拳将他打倒在地。其他犯人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见此的马谦也感到有些意外。不久前在流水线上干活的车柱英跟他说过，车柱英的爸爸是有名黑帮老大的心腹，他几乎是从小被往死里打到大的，但那人再烂也是自己的爸爸，车柱英就只能一直忍着。不过有一次他忍不下去了，因为那个人渣爸爸动了车柱英的朋友。恼羞成怒的金成浩指挥其他犯人打死车柱英，但从小被打到大的车柱英早就学会了打架。过去为了不闯祸增加刑期的他总是在忍，所有犯人在他手中都不堪一击。金成浩急忙求饶，表示自己可以给你很多钱，但车柱英现在已经不需要钱了。不管是从少年监狱出去的理由，还是需要忍耐的理由，对现在的车柱英来说都已经不存在了。过去人渣父亲对他说过最多的话就是跟随我加入黑社会吧。车柱英总是被人渣父亲折磨得遍体鳞伤，暴力桥段每天都在父子间上演。年幼的车柱英根本不敢直视那双恐怖的眼睛。那个名叫父亲的人警告车柱英要变强，直到有一天能把这个图案刻在身上。那时迷茫的车柱英宣泄愤怒的唯一出口就是那双该死的龙之眼。警听到动静，暴力破门而入，在牢房里早已经重新归于平静。车柱英平静承认这些就是自己干的，这使他被关进了小黑屋禁闭。失神的车柱英眼神空洞的看着手中染血的照片，那是开学第1天的他依旧被父亲暴打了一顿。李多言愤怒，到底哪个父母会在开学第1天揍孩子？但车柱英对此早就已经习惯了。气不过的李多言还想去找他爸理论2句，可车柱英却让他绝对不能来自己家。李多言无奈叹了口气，他高中毕业后就要去首尔生活。李多言受够了住在烦闷的孤儿院和拥挤的社区，他要从名校毕业进大公司上班，开进口车，背名牌包，还要住进看得见汉江风景的公寓。李多言邀请车柱英到时候跟自己一起去吧。他们就这样做好了约定。路过的大爷看着他们甜蜜的样子，好心拍了张照片。那时的车柱英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是他现在的人生已经毁了。他想要是自己没进监狱，李多言就不会出现意外。车柱英的拳头不断落在墙上发泄情绪，哪怕血液流了一地，他也毫不在意。了解车柱英情况的狱警也为他感到遗憾，但他也无法一直偏袒车柱英。车柱英从昨天开始就没吃东西了，狱警提醒他活着的人还是要过日子的。第2天，有其他犯人在议论车柱英做了一整
整个牢房的人。他们明白被打倒的金城浩要失去房长的位置了。说话之人被狠狠砸进饭里。因为特殊暴力进来的朴忠灿对车柱英来了兴趣。同样身为房长的他警告自己房里的家伙不要以下犯上。1周后，车柱英才离开小黑屋。金城浩因为他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狱警是看在车柱英的遭遇，才只让他禁闭1周而已。他提醒车柱英之后千万别再闯祸了。等车柱英回到牢房后，马千本以为他对房长以下犯上，房间里的其他家伙肯定不会放过他，但事实却是其他犯人们都在讨好车柱英。马千终于认清了一件事，在学校里，力量、家世、外貌、成绩等各项要素都有其重要性，但在少年监狱，力量就代表一切。第2天放风时，车柱英叫住了马千，因为他有问题要问马千。那天车柱英本想打死房长的时候，是马千拦住了他。车柱英不明白，身为杀了7个人的罪犯，为什么要阻止他杀人。实际上，马千在打死那7个小混混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刚想回答车柱英的问题，涂忠灿就找了过来。他不善质问车柱英为什么对金城浩以下犯上，难道是觊觎房长的位置吗？车柱英冷冷让朴忠灿滚开，他不在乎那种东西。闻言，朴忠灿怒骂：真他妈没规矩！他最讨厌的就是没大没小的混账。朴忠灿要代替金城浩告诉车柱英，拦腰主人的狗会是什么下场。可这时巡逻的狱警却干咳一声，然而他在瞥了一眼这边后，就像什么都没看到一样，径直离开。原来房长可以假借维持秩序的名义到处打架，这就是这座少年监狱的法则。因此，朴忠灿可以肆无忌惮地出手，但他不明白车柱英怎么像丧家之犬一样有气无力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无趣了。可这时车柱英看到一个熟悉的东西，朴忠灿手上的刺青，跟他那个人渣父亲的刺青很像。眼看朴忠灿还想继续出手，这次车柱英却反击了，他用力将朴忠灿摔在铁网旁，然后狠狠转动朴忠灿的手。车柱英的攻击如暴雨般落下。从他出生那天开始，迷茫的车柱英宣泄愤怒的出口，就只有那双该死的龙眼。忍耐是车柱英最擅长的事情。直到他在自己家里听到了熟悉的惨叫，父亲不满到你的朋友无缘无故闯进别人家里，还对我说莫名其妙的话，还说像我这种父亲还不如不要，所以我就好心教训了他一下。忍耐本是车柱英最擅长的事情，但是就在那天他忍无可忍了。父亲被车柱英偷袭打成了植物人状态，医生说他醒来的几率微乎其微，除非奇迹发生。车柱英的再次出手几乎吸引了所有犯人的目光，他们都没想到才刚从禁闭室出来的家伙竟然在这么短时间内又闯祸了。朴忠灿带刺青的手已经被拧成了麻花，车柱英冷漠的眼神死死注视着这个刺青。楼上的某人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少年监狱的典狱长全昌熙微笑道：您没事真是太好了，不过他很好奇这个刚出院的家伙来这里要见谁。万封结束后，所有人都回到了牢房，马千又开始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因为不管怎么看，马千都感觉自己似乎跟不寻常的人住在了一起。这时狱警再次传唤车柱英，不过这次是因为有人探监。车柱英不明白现在还有谁会来找自己，妈妈早在他小时候就逃跑了，其他亲戚也早已断了联络。就在车柱英思考男人会是谁时，却发现自己被带到了典狱长室，这道熟悉的身影笑着向他打招呼。浙江龙很满意儿子在操场上精力旺盛的样子，车柱英彻底懵逼了，他那个人渣父亲竟然真的奇迹般醒来了。浙江龙也不敢相信，医生作为帮派副手的自己，竟然会被自己的亲儿子搞成这副德行。当他从病床上醒来，意识到这件事的那一刻，浙江龙感受到的是无比的开心，因为他车江龙的儿子就该这样。身为人父的车江龙可以为儿子做任何事，所以他只能杀了那个丫头。原来李多言就是车江龙亲自撞死的。那时身受重伤倒在地上的李多言抬起头，却看到一张比鬼还恐怖的脸。车江龙本以为车柱英是一个不争气只知道忍耐的儿子，但是他在车柱英爆发那天看到了可能性，而那个丫头就是开启可能性的钥匙。这段时间车柱英已经绕了太多弯路，所以车江龙只能杀了那个女孩，修正她的路。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车柱英彻底觉醒。典狱长猛地一惊，因为车柱英用极快的速度挥拳冲向了车江龙，他终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可下一秒，大量电击弹就射向了车柱英，狂暴的电流瞬间席卷了全身。多维狱警第一时间用电击枪控制住了车柱英。车江龙问他想报仇吗？是不是想杀死我这个父亲？那我来告诉你唯一能杀死我的方法吧。我们帮派有几名成员进了这座少年监狱，虽然他们都是好不容易才得到刺青的小鬼，但其中几位日后都将成为帮派的梁柱。你要证明自己是他们之中最强的，我要你掌控这座少年监狱。只要车柱英得到帮派的认可，一路往上爬，总有一天能爬到车江龙的位置，然后杀了他，最终掌管整个天龙帮派。车江龙拼命一辈子都没能做到的事，就由儿子来完成，他的人生也将因为车柱英而完整。车江龙十分欣慰地看着地上的儿子，剩下的事情他就拜托典狱长了。但就在这时，异变突生，车柱英竟硬撑撤下了身上的电击弹，他才不会如这个所谓父亲的愿，今天就是车江龙的死期。然而这时却出现一个人按住了车柱英，他为对少爷的失礼而道歉，毕竟保护大哥是他这个手下的任务。然而令手下惊讶的是，他作为天龙行动队长的强大力量，竟然被少爷靠2条腿就撑住了。车江龙让可怜的儿子睁大眼睛吧，现在这种形势，车柱英根本就碰不到他。车江龙教导儿子意气用事只会搞砸事情，你唯一能杀死我的方法就是掌握这座监狱。
怒火中烧的车柱英死死瞪着他，浙江龙剑子却再次笑了起来。他很期待与儿子的下次见面。木工房内的马谦正在完成劳动任务，另一个犯人却在他身边停住。随后，犯人手中的工具箱便手滑掉落了，其中的一个钉子滚落到了马谦脚下。马谦顿时心头一震，犯下强盗纵火犯的伊建民热情地向他打招呼，这还是他们初中毕业后第一次见面。而马谦也当然记得这个恶魔般的伊建民。实际上，伊建民一直都想问他一个问题。新闻报道说马谦杀了7个人，伊建民怀疑那真的是他做的吗？因为伊建民可知道马谦从小就是3好学生。这时监工的狱警让他们不要闲聊，回到各自的工位。回过神来的马谦忍不住皱眉，因为他刚才因为太激动不小心弄伤了手。不久后回到牢房的车柱英开始思考，他接下来的人生目标就是杀死那个父亲，但车柱英不知道要从哪开始下手。其他犯人正在吐槽伙食不好，他们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吃到一块披萨。车柱英闻言若有所思，随后他直接叫住了巡逻的狱警，然后车柱英让这个狱警送披萨进来。这挑衅式的言语令他被狱警叫了出去。然而不久后，其他犯人们就真的吃上了披萨，他们十分感谢车柱英，而车柱英也明白自己猜对了，不管是典狱长还是底下的狱警，他们都会因为车柱英是车江龙的儿子而特殊对待，所以车柱英需要测试在这座监狱里自己被允许做哪些事情。吃着披萨的犯人纷纷猜测柱英大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不过马谦却阴沉着坐在角落，不知道在想什么。次日，所有犯人们照例执行着劳动任务，然而伊建民却再次手滑了，他特意准备好的钉子精准扎在马谦身上。阴沉着脸的马谦回头怒视着伊建民，他质问伊建民这是在干什么。另外一个大块头犯人戏谑着问这怎么不一样啊？伊建民之前说超级杀人魔是自己的小弟，所以大块头本来还很期待，结果现在看来伊建民说自己是当地有名的混混全是吹牛的。他坏笑表示自己可没有吹牛。伊建民跟马谦之间可是有很多美好回忆，他为马谦难道就忘了吗？那么伊建民要帮他好好回忆一下。马谦的脑袋被按着朝桌上坐，初中时他被关在学校杂物室的柜子里，大量钉子包围着马谦，他哀求伊建民放自己出去，但伊建民的游戏才刚刚开始，他还要用锤子把柜子上的钉子一个个锤进去。现在伊建民问马谦想起来了吗？其他犯人戏谑地看着这一幕。伊建民看到马谦连杀7人的新闻都有些不相信，他抓起钉子就朝着马谦出拳，但下一秒伊建民的手就被钳住不能动弹了。马谦冷冷问他要见识一下自己是怎么杀人的吗？